1956年，郭沫若為了一己私利開挖了定陵，他裸手取出各種文物，結果3000多件文物損失大半。那麼當年郭老為何要這樣做？多年後，郭老又親自帶人開挖了武則天埋葬在甘肅省的14顆高僧舍利子。郭沫若大叫：“這是國家文物！”通過這次開挖武則天的舍利子，同時也解開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有人說跟武則天的皇位息息相關，那麼這些舍利子到底跟武則天有什麼特殊關係？要知道，這件寶物已經在地下沉睡了1300年。武則天作為一名女性，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的每一步成功都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辛酸和努力。所以这件宝物會牵出女皇帝怎樣的隱秘呢？郭老的真實目的又是什麼？1964年，甘肅省農民無意之間發現的寶藏，又一次的震撼了中國考古界。經過相關的調查研究，這是1300多年前大周王朝的皇帝武則天命人埋藏在大雲寺地宮下面的14顆舍利子，在發現後，特別是相關的舍利套函，震驚全國。當年甘肅泾川水泉寺的農民在和以往一樣修整土地的時候，一鐵鍬下去，居然發現了一個大約2米深的大土坑，並讓人嘖嘖稱奇的，在土坑裡面還有一條一看就是人工修建的台階。那麼這個台階的通向立馬引發了水泉寺村村民的熱議，大家都認為這個台階修得大有其事，可能下面埋藏着不少的寶藏。在經過商量後，有些膽子大的農民拿着蠟燭跳入了這個土坑裡面。很快，這些農民就看見了讓人難忘的一幕。憑借蠟燭微弱的火光，這些農民發現在台階周圍的牆壁上畫滿了壁畫，其中不少的內容是藍天白雲和飛天的圖案。順着這條台階繼續下行，很快這些農民看見了在台階的盡頭出現了一道石頭門。在嘗試了許久之後，幾個農民將石門打開。在石門之後，農民們並沒有找到他們想象之中的滿屋子的金銀珠寶，而是在屋子的中間擺放着一個四方形的物體。走近之後，這些人發現這是一個由石頭打造制作而成的物體，從外觀上更像一個箱子。於是這些人幾個人合力地把這個石頭匣子抬出了土坑外面，再打開了石頭匣子的蓋子裡面存放的物品出現在大家眼前。眾人所料的不錯，在這個石頭匣子裡面的確擺放着一件寶貝。從外觀來看，這件物品由金屬製成，不確定到底是金銀或者什麼貴金屬，並且這件物品也是個匣子，呈現四四方方的形狀。在走近細看的時候，這個匣子的周身雕刻着許多細緻而又精美的花紋，在這個匣子的頂部鑲嵌着一個蓮花狀的蓋鈕。此外，在匣子的開合處還存在着一把小鎖，並且鏈接着一把鑰匙。看到這個情況，當場就有人提出要不要打開匣子，看看裡面究竟是什麼。但是考量到這地方是野外，並且天色馬上暗下去，貿然打開這個匣子可能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這樣就得不償失了。於是大家又把匣子跟外面的石頭匣子搬回生產隊，準備上報上級部門。與此同時，相關的電話已經報告給文物方面的有關部門，於是當地負責的人員立馬趕到了水泉寺生產隊。而在生產隊的辦公室，因為大家對於這個匣子的好奇，便有人用鑰匙打開了小鎖。這時候眾人的眼前是一個巴掌大的銀質匣子，同樣刻滿了精美的花紋，並且在旁邊還有2個圓環。進一步的打開銀匣子的蓋子之後，眾人看見了一個金燦燦的器物，定睛一看，是個金字形狀的小棺材。大家雖然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但是因為金子的製品，按照一般人的邏輯來說，能被如此貴重的金屬製品保護的物品一定很珍貴。於是眾人繼續打卡了金棺材的蓋子，裡面有2張描金貼花的織棉墊子，上面還有14枚金釵和一個葫蘆形的琉璃瓶子。在大家被眼前的寶物驚呆的時候，
這個葫蘆形狀的琉璃瓶子裡掉出14顆米粒大小的東西，但是當時的在場眾人的確不知道眼前的東西為何物。就在這時候，來到現場的文物方面的負責人被眼前的宝物大吃一驚，因為自己認識上面的文字，知道這個寶物是什麼。在石頭匣子上面刻着14個大字，上面寫着大周荆州大云寺舍利之函總一14粒，而眼前的14粒類似米粒一樣大小的東西，是武则天保存在大云寺地宫下面的14顆舍利子。無論從歷史資料的角度，還是文物價值的角度，都是十分珍貴的，存在着極高的文物和歷史價值。因此，相關的文物方面的管理人員在確認了現场的文物之後，直接把相關的文物給封存起来，準備送到相關的場所进一步的調查和研究。在後續的研究中，專家確認這是一代女皇武則天埋藏在大云寺地宮裡面的舍利子，而相關的5重套函就是出於保護舍利子的原因。1971年，由郭沫若親自對於大云寺地宮出土的文物進行了鑑定和研判，最終確定水泉寺村大云寺地宮中出土的相關舍利子和5重套函都是國家级文物。大家都知道，法门寺地宮出現的舍利子轟動了中外，而法門寺的舍利子保存方式和大云寺的一模一樣，但是大云寺出土的舍利子和相關的套函卻早了法門寺100年左右。從相關的文物來看，這是武則天第一次將佛祖舍利的儀葬制度與中國傳統的棺椁制度相結合，這便是佛教漢化的重要標誌。目前，在大云寺出土的舍利子和相關套函就保存在甘肅省的博物館裡，這是我們國家目前為止發現的年代最早，也是留存佛祖舍利最多的一件文物。從歷史科研、對外交流、宗教角度，都有着特殊和重要的考古價值。